他是日本最擅长品味美食的和尚，连普通的白米饭都能变换出无数花样。那一天，他在海边遇见了一位美丽的打射女，那女孩宛如一束光芒，照耀着他圆润的脸庞。小和尚提到，他依规不能随意花钱买吃的，只能吃装在这碗里的食物。女孩对这规矩感到很奇怪，但没多问，依旧邀请小和尚一起走。女孩将海苔烤过，撒了柴鱼片在米饭上，然后撕碎海苔铺好，最后淋上海鲜酱油，这就是名叫渔夫盖饭。小和尚向女孩道谢，一口尝试，出乎意料的美味。食物入口，岩椒的香气四溢，柴鱼片的鲜香完美搭配，极大的勾起了食欲。再配上热腾袜的白饭，让感官全都麻麻的。小和尚一口紧跟一口，很快就把一碗吃光。他向女孩又要了第二碗，这一碗的味道又有新意，用芝麻油炒的裙带菜撒上白芝麻，简单的组合却别有风味。小和尚吃得很感动，于是向女孩介绍自己，他来自百米宗的谢门寺，目前正在做修行，名叫米田泽安。女孩名叫千家。他很好奇为什么小和尚只吃碗里的食物。原来1周前，小和尚在寺里练习说唱时，住持叫他过去了，问他以后打算做啥。泽安想过得更自由点，随心所欲地做事，但也打算继承寺庙，让父亲放心。弟弟却在旁边添乱，父亲气坏了，把泽安赶出去，说不让他继承寺庙。泽安求着父亲，以前吃喝不愁的他，被父亲命令去修行，每天仅能进食1顿，也就是1天1餐，还规定每餐只有1碗菜，这意味着只能吃那碗里的一个配菜。因此他开始了修行之旅。旁边的女孩一边听一边看他连吃6碗饭，这也让他想起了3年前去世的爱人，他总把他做的饭菜一扫而光。千家已经在这里捕鱼很久了，看着女孩忙个不停，泽安心里有点动摇，这让他想起了弟弟的话，旅途中总会遇见那个特别的人，可能千家就是那个人。傍晚，他到了分院，这是黑毛宗族的主要寺院沙吕院，这里所有修行的僧侣住宿都免费。巧合的是，他碰到了老熟人，正是这座寺庙的住持施安。出乎意料，施安的晚餐出奇的丰富，住持邀他共进晚餐，他刚夹起一块肉，嘴里立刻酸了起来，原来是他爸在用法术对他，无奈只能眼巴巴看着施安吃。虾肉鲜美多汁，鲍鱼 Q 弹嫩滑，太有嚼劲了。胖子在旁边羡慕嫉妒恨，只能流口水。这时一个老太太赶来，说千家小姐钓鱼时晕倒了。泽安急忙跑回去，确认千家安好，便安心了。次日清晨，千家为之前的大话向自己道歉，真不少鱼啊，这和尚深更半夜不睡觉，居然帮你捕了这么多鱼。千家感动极了，他又给和尚做了晚饭，2种味道完美融合，使得鱼糜更加鲜美，再搭配无菌蛋，很快1整碗就被泽安干掉了。我也很喜欢你。千家小姐，你不是说我跟你心爱的人长得很像吗？不，简直跟我以前养的狗一模一样。你瞧，就是这只，每次我煮饭它都吃光光。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，结果我只是别人生活里的过客。泽安还在坚持自己的素食修行。和尚今天路过一家牛排馆，看到一对情侣正享受着热气腾腾的牛排，他眼巴巴地看着，不能立刻吃到嘴里的限制。这时候店员打开了门，告诉他白饭可以无限量供应。泽安二话不说走进了店，但思考后又走了出来。他说他正在进行修行，伤心地跑开了。泽安跑得腿都软了，看到西红柿都当成美味。这时一个大叔拿枪指着他，原以为是小偷，结果一看是个和尚。大叔见他肚子饿，就邀他去吃饭，带他回家，用泡菜给他盛了1碗饭。和尚正等着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漂亮女孩，她的出现就像光芒照亮了和尚的圆脸。原来她叫朱莉，是大叔的闺女。饭端上来了，撒了点海苔碎，一口一个拉丝，简直太好吃了。这山药泥挺有弹性，大叔说家里山药粘劲足，平时能用来当胶水。泽安觉得味道特别，原是那白酒的关系。山药像芝士般粘，很快就把1碗吃完。大叔又端上1碗，还特别加了个无菌蛋，搅一搅，真是心情大好。这个组合真有新意。和尚边吃边夸赞，吃多少都不觉得腻的美味。最后他终于吃饱了。大叔还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家庭困境。3个月前，他的妻子病逝，只剩他和女儿相依为命。意外的是，大叔称这个女儿实在是个拖油瓶，女儿工作不稳定，总是3心2意。自从他回到老家以后，天天愁眉苦脸。泽安觉得欠了大叔一个人情，于是去帮忙挖山药以示感谢。晚上他主动找朱莉聊天，泽妥自我介绍了一番，但朱莉根本没理他，只顾着吃零食。晚上他来到村里的分院，向施安诉说朱莉的状况，说他想帮这个女孩，吃了对方6碗大米饭，
这时候施安的晚饭端上来了，今天的菜是子安向往已久的里脊牛排。施安邀请他一同进餐，就在他要吃牛排的那一刻，嘴里忽然感到一阵冰凉，原来是他爸爸在给他施法。他只好无奈地看着施安吃，牛排软嫩，入口即化，看着施安吃得津津有味，旁边的胖子看得都快流口水了。饭后，施安对他说，人生本就是苦，得让朱莉小姐用平常心面对。第二天，施安挖了许多山药，希望用这种方式激励朱莉，还说自己想当上门女婿，结果却激怒了朱莉和他父亲，因为朱莉的生活方式让他爸爸很不高兴，女儿觉得爸爸完全不懂她的感受。泽安见此场景，心里难过，想尽力修复父女俩的关系，但朱莉还是带着行李离家了。他急忙跑到车站找朱莉，气喘吁吁的，他向朱莉传达了父亲的心意。朱莉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只是在家办公，还勤奋地学习农业知识。他们只是缺乏交流。老爸追到了车站，朱莉，我们去挖些山药吧。通过泽安的尝试，父女俩的误会总算是解开了。作为答谢，朱莉给泽安做了顿饭，就是他一直想吃的大田团和牛。泽安将牛肉附在饭上，开启美食之旅。大田园牛肉鲜嫩多汁，甜辣酱充分入味，搭配生姜味道更佳，简直堪称牛肉之王，吃了直接幸福满满。泽安接二连三，加点山药米，口感层次更丰富。就这么着，胖和尚又解决了6碗饭，但朱莉还是拒绝了做上门女婿，因为他倾心于那些帅气的 IT 男。住好朱莉后，泽安继续追求自己的白饭生活。今天和尚来到挺田市，肚子空得直叫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却没人给他点食物。旁边的施安已经烧香结束，这时一位老婆婆挑着重担走过来，泽安主动帮助婆婆，背包里原来装了20斤大米，怪不得这么重。婆婆说到这儿就行了，还说要给她点小礼物。护安拿起饭碗，说来碗白饭配点小菜就够了。婆婆正找钱包的时候，她说不如我请你吃饭吧。那女孩宛如一束光芒，点亮了她圆润的脸庞。小姑娘看到她帮助老奶奶，感到很是感动，于是也想尝试做点好事。于是她为小和尚买了牛蒡丝，泽安吃得津津有味，牛蒡的脆爽配上胡萝卜的甘甜，撒上些白芝麻增香，虽然看起来很像辣条，但味道却更胜一筹。第2碗，女孩又帮她点了糖煮飞鱼，同样的美味，甜酱浸透了鱼肉。第3碗则是凉拌豆芽，可能是胖子的天赋，泽安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品尝边聊天，尝一口凉拌豆芽，简直能延年益寿。饭后，女孩觉得和泽安很合得来，和尚心里猜想，这会不会是他的命中注定呢？接着他表示也想帮女孩办一件事，女孩请泽安救救她妹妹。妹妹小时候就得了心脏病，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玩耍，也不能享受美食，手术要30万，他们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即便自己想贷款，也找不到担保人。泽安二话不说答应3天内筹够钱，说好3天后在这里见。没想到泽安找弟弟借了他的 rap 服装，弟弟以为他想去街头表演，结果他是让弟弟卖掉这些东西筹钱，但这距30万还远着呢。于是泽安只好去找工作，他甚至尝试当牛郎，却被老板赶出去了，原来是偷吃了客人的水果盘。后来去了一家西餐厅打工，恰巧碰到施安来吃晚餐，看他吃猪排饭，他旁边看着好羡慕。见施安吃得津津有味，泽安忍不住也夹了一块，但是越嚼越苦，嘴巴几乎合不拢，原来是爸爸的做法。这时候弟弟过来了，说把东西都卖光了，总共赚了3550块。施安问他干嘛要用钱，胖子给他讲了原因。没想到第2天施安也开始打工，他们一起送外卖。工作中偶遇亚衣小姐，施安注意到她的眼神闪烁不定，感觉有些事被隐瞒了，话还没说完就匆匆道别。转眼已是3天，和尚没凑齐钱，但把所有钱都给了亚衣，并愿意做担保。巧合的是，女孩带着文件，让泽安直接签名。泽安连看都没看就签了，女孩一得到文件就赶紧走了。泽安邀请她一起吃酱菜，约定明天这时间这里见。那女孩竟是个骗子，打了款就想和男友畅饮豪食，没料到被埋伏的泽安堵住了。泽安早把女孩调查清楚了，这2个是老手，专骗好人。男友想动粗解决，可他不是练家子的对手。施安一得到文件就撕毁了，他劝那女孩别再这样了，女孩却开始怨声载道，责怪自己的出身。施安透露自己原是个弃婴，是寺里的住持把他捡回，抚养成人。那个慈祥的胖子成了他真挚的兄弟，他确信女孩能改变。祝福后施安就走了。第2天，亚衣没来，但施安来了，说亚衣小姐带话，妹妹的病情开始好转，还带了明太子泡菜。泽安觉得这泡菜跟辣条一样好吃，非常感动。泡菜味道甜咸适宜，
上头覆盖了一层鱼籽，简直和白饭是天作之合。施安回想起小时候胖子的善良和笑容是多么的治愈，他怎能忍心告诉泽安那残忍的真相呢？今天和尚偶然路过一家面馆，看见顾客们吃得津津有味，馋得他口水直流。这时店员小哥告诉他白饭已经卖光了，随手给了他一个煎饼。泽安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拒绝了，因为他的修行规矩是只吃白米饭和一道配菜。这时客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说他在酒店工作，恰巧那里人手不足，如果和尚愿意帮忙，那里有很多白米饭可以吃。和尚就跟他去了酒店，迎面来的是位穿和服的漂亮老板娘，她橡树光芒照亮了泽安的胖脸，显出中年女性的成熟美，让胖子目瞪口呆，赶紧介绍了自己。听老板娘一讲，泽安才知道这家漂亮的旅店有90多年历史了。之后老板娘端给和尚一碗饭，清新的野菜配着热气腾腾的米饭，吃一口米饭滋滋作响，和尚一边吃一边放松，野菜咸淡适口，还带点酸甜味。很快泽安就把一大碗米饭吃完了，加了自己带的配料的第2碗，撒了生七味辣椒粉，直接吞下一大口，辣的和尚直叫。老板娘立刻给他端水，味道还挺好。吕文来了个网红评论家，网上特别火，只要点个赞，客人就爆满，差评会让旅店门可罗雀。泽安决定好好助一臂之力，希望能让旅店赢得好评。没想到却添了乱，有评论称这家旅店的灵魂其实是野泽菜，这是上一辈留下的独特味道。接手后，许多员工相继离职，或许自己真的不适合承担旅馆，但他依然想保留家族的传统。他请求泽安帮忙，泽安坚决答应了。没想到在厨房遇到了个小偷，他劝那人别再这么做了，可那人逃跑时还偷吃了2口。泽安想找施安帮忙，施安劝说，你不属于旅馆，所以可以坦率地指出问题。视频那头的施安正准备享用晚餐，今天吃的是三文鱼盖饭，这种三文鱼滑溜顺口，油脂分布刚好，鱼肉鲜美无腥味，加了酱油，撒点芝麻，美味的宛若艺术品，一尝即知，仿佛天堂开启。还有一碗是牛铃猪肉盖饭，用的是放养的黑毛猪，咬一口，嘴角油光满面，看着对面的泽安直咽口水，瞬间嘴里像放烟火。原来是父亲用跳跳糖玩了个把戏。这时酒店又传来坏消息，有人偷吃了客人的饭。泽安立刻想到是那个小偷，酒店负责人决定重做客人的饭菜。和尚建议做酒店特色的野生菜，老板娘考虑了一下，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，可能这就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。经几人共同努力，最终重现了野泽菜的味道。快点走！没料到客人尝后极为满意。正当老板娘认为一切顺利，警察突然来访，表示监控画面中的人是附近吃霸王餐的嫌犯，这个人已经屡犯不改了。一对比，果然是众人眼中的网红评论家。没想到老头最终被警察带走，大家心中的石头也终于落地。而旁边的小偷却评价，这道菜得能成为旅馆的招牌。原来那位大胡子才是真正的评论大师。离开时他还希望老板娘继续守旧，旅馆要有特色才能生存。夜里老板娘期望泽安能多留几天，因为她丈夫和儿子下周要来，她想把他们介绍给泽安。胖子这才明白，原来老板娘已经有家了。他遥望天际，说自己还需继续修行。一次次失恋让他在温泉里泪流满面。今天和尚来到了鸡蛋之城，哪家哪户都在养鸡。远处一个鸡蛋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，她橡树光芒照亮了泽安那圆润的脸庞。突然一个戴眼镜的小哥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急需泽安来帮忙。原来他们正在给那女孩拍视频，泽安是来扮演路人的。谁知道泽安并没有照剧本来演，自顾自地展示自己的演技。今天的视频要介绍生鸡蛋拌白饭，这正是泽安练功时的食物。他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，生鸡蛋的咸鲜味激活了他的味蕾，大声说好吃。原来白米饭上还铺了一层鱼干，这样更加美味。再倒点生抽和稠密的蛋液一起搅拌，一口咬下，浓重的腥味直冲鼻子，这却正是邝安最爱的味道。他接连不断地吃，很快第一碗便被吃光。摄影师激动地说，这些都是好镜头，这和尚实在太专业了，简直是吃货中的战斗机。拍摄结束，也该是和尚回京的时候了。询问英美里有啥需要帮忙的事，英美里说想吸引大家关注，因为下周有年度人气投票，会影响他的排名。目前他排在第39位。他得知泽安尝过多种生蛋拌饭，便请和尚帮忙研发新口味。和尚当然不会拒绝美女的请求，欣然答应了。首先制作的是芝士培根生蛋拌饭，接着倒入奶油，100%的意大利风格。和尚一尝，味道超棒，但这种模仿意面的方式，感觉没有直接吃意面来得爽快。
在英国，他恍然大悟，泽安建议用更简单的组合。女孩说前5名全是热门佳肴，和尚很想知道前5名是哪几款。英美这边介绍道，第5名黄油生蛋拌饭，第4名凉拌生牛肉生蛋拌饭，第3名冷冻生蛋拌饭，第2名鱼子酱生蛋拌饭，第1名是金枪鱼奶生蛋拌饭。小姑娘梦想着要进入前5，这样她不仅能出道，还能上电视节目。见到那姑娘如此努力追梦，泽安誓言全力以赴相助，胖子则开始了长久的吃饭之旅。原本6碗饭一下子变成了10碗，还有那个小葱拌豆腐、野生香菇，都挺好吃，但没到极致美味。这么多吃蛋用掉一筐又一筐，泽安也是一碗接一碗，最后她撑得像怀孕了，实在吃不下了。然而英美里像中邪了，半夜不睡觉继续弄饭。泽安发现这姑娘不甘落后，于是他找施安求助，没想到施安正吃着生蛋拌饭，用海鲜做佐料，搭配甜酱，顶部撒上松软的蛋丝，味道绝了。泽安馋得直流口水，却忽然尝到奇怪的味道，原来是父亲在搞鬼。第2天，泽安看见累坏了的英美里提了个新建议，他想让他做个能让至亲开心的生蛋拌饭。女孩照做了，为爸爸准备了鸡肉末生蛋拌饭，因为当初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是父亲的便当给了他力量。爸爸尝了女儿的拌饭后，感动得流泪，称这是他吃过最棒的拌饭。英美里随后又拍了个新视频，泽安上演了美食达人的秀，这次拍摄效果超棒。女孩对他低语私语，显然他又误解了，父亲又对他施了点小法，嘱他别陷太深。他只得依依不舍地和英美里道别，又开始黄永白饭的修行生涯。今天胖子和施安2人一起去了神奈川，帮忙搬运海鲜。作为答谢，女士打算请2位师傅吃沙丁鱼，当然还得在白饭上铺上沙丁鱼，加点姜末，撒些葱花，淋上酱油，就这么简单，连我家猫都不一定吃。但2位师傅感激涕零，一口咬下，简直美极了，香气和甘甜完美融合，葱姜的加入锦上添花，鱼肉十分有弹性，很快的。泽安刚吃完1碗，正准备加第2碗时，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士，她包上的装饰让他想起了某人。我见到你妈妈了。施安身上的装饰和那女士的一样，这也是妈妈留给他的唯一纪念品。施安有点不信那套，可能也是想逃避，毕竟他小的时候被妈妈留在寺里。泽安打听到了橘色自行车，他走进店里，借口自己在修行，向老板娘提出帮忙。老板娘让他清理卫生，他真的找到了那个包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他本想跟施安讲述今天发生的事，但施安正专心吃海鲜，根本没兴趣听。泽安从那女人的年纪判断她是施安的妈，她在渔港的尽头经营这个小餐馆，叫美笑。但施安已不想去认亲，毕竟过去已20年，他甚至忘了母亲的长相，见了又能如何呢？泽安明白，这么多年来，施安一直念着妈妈，甚至梦里都会哭着喊妈妈，妈妈。他劝施安去见见母亲。第2天，泽安带他去了。施安第一眼看到那女人，就觉得格外熟悉。泽安给老板娘点了洋七菜，饭很快做好了，洋七菜加了黄豆和鱼糕。施安尝了尝，正是妈妈的味道。泽安也觉得特别好吃，但怎么有点甜？施安说是加蜂蜜的。老板娘点头承认，原来秘方用了蜂蜜。施安这才明白，眼前这女人是他妈妈。小时候妈妈做洋七菜总加蜂蜜，这能缓解我咳嗽。正要鼓起勇气喊妈妈时，妈妈，一个小孩突然喊出妈妈。原来妈妈早已重组家庭。施安很难过，他决定回家，但泽安拦住了他。胖子说或许妈妈有难言之隐。这时候老板娘也出来了，给2人分享了自己这些年的故事。原来他年轻时和施安的爸爸离了婚，因为他长期家暴，他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，便把小小的施安交给了住持，自己选择了逃离。出于对前夫发现的恐艰，他一直不敢回来，心里明白自己亏欠的孩子已经28岁了，现在爱已难以弥补，若命中注定再见，他希望孩子能谅解他。施安在旁边听着，忍着泪水，向母亲传达，他会理解你的，他现在比你还高了，身体健康，没什么大病。最后他喊出了妈妈，感谢妈妈把他带来这世上。正当那女人准备开口，小男孩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施安道了声再见，跟随着泽安转身离开。他不愿干扰母亲平静的生活，母亲叫住了他，希望他一生安康。施安背对着母亲，听完他的嘱咐，他壮着胆子回过头去，眼见泪湿母亲双颊，但愿他健康长寿，这次分别或许长久，母子情深，心相随。你有想过自己想要怎样的晚年生活吗？这是一个住满老人的小镇，在夏威夷的最北端。半年前，
林雄和他女友来到这里，他们是冲着传说中的月之彩虹而来，但这次旅行并不愉快。迷路，肚子累坏了。女友很快就对玩没兴趣了。人们常说，旅行是检验两人是否合适的好方法。结果两人失望归来，最后还是分手了。半年后，林雄申请了1年的休学，重新回到这个小镇。他独自一人来这，不是为了治愈心伤，只是想来体验不同的生活风光。刚到这里时，林雄在镇上的电影院找到了一份兼职，很快就交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朋友，像是电影院卖爆米花的詹姆斯。虽然年纪大了，耳朵还算灵，但反应老是慢半拍，每次跟他打招呼都得等好几秒，他才回过神来。电影院的女老板艾德丽是个吃货，热衷于美食和无痛减肥。她最喜欢的2件事：放映员巴兹，看似正经八百，从不开玩笑，私底下却因为掉在地上的冰淇淋哭得梨花带雨；还有老是在街上游荡的怪老头姓伊。他已经87岁了，但仍然对女魔杂志情有独钟。到了这个岁数，很多事情都搞不明白了。T 恤上的文字意义何在？看着老人询问的眼神，林雄只好带着点尴尬回答说：其实真爱无所畏惧。而这个小镇最怪异的莫过于比婆婆，她每天都做甜甜圈，在电影院卖，1美元一个，又新鲜又好吃。比婆婆独居一人，手艺真是厉害。林雄第一次送面粉时，忍不住诱惑，偷吃了锅里的东西。尽管味道好极了，那却是猫的食物。比婆婆从后面慢悠悠地说，然后叮嘱林雄第2天再来，他会做点人类的食物。喂食协议成功达成，老人宅在家里追起了长篇言情剧。为了适应侧躺看电视的姿势，他特意把电视转了90度。老年人独居，有时候感觉挺寂寞，偶尔感到冷清。这个小镇的人大多如此，正如巴兹所言，人跟胶卷一样，不放松下来就无法正常工作。过着轻松的生活真是幸运，不受小事困扰，远离尘世，只关心日常饮食和季节更替，轻松度日，感受时间的流转。第2天，按时去到比外婆家的林雄，一进门，桌上的满满美食吸引了他马上拿起相机记录下这美好时光，然后快乐地品尝起来。而外婆只是静静坐在一边，偷偷看着林雄痛快吃饭的样子。老人被发现后顿时慌了神，羞赧地躲进了里屋。得知林雄平时只吃方便面充饥，比婆婆建议加点蔬菜和香肠，但单身的林雄不懂得吃的健康，甚至连厨具都没备齐。这时比婆婆开始把玩衣角，小声邀请他每天来家里吃饭。老人无所求，似乎只想给某人烧饭。这样一来，林雄就享受到了被人照顾的生活，连早餐比婆婆都会早早准备好，悄悄放在门口。店主阿姨好奇问他为什么会来这个老年人多的小镇，林雄也答不上来。他是喜欢这里，但这种喜欢似乎更多是逃避。现实和理想总是有一段距离，年轻人还在摸索追梦的方式。阿姨开玩笑说，这么做肯定不受女生欢迎，说损失了梦想的男人缺乏魅力，甚至比缺失功能还严重。说完，他就根据自己的品味给林雄剪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复古发型。不久，巴兹不慎摔伤了手臂，林雄主动挑起了放映员的职责。夜里，镇上的人们陆续走进电影院，林雄兴奋不已，滔滔不绝地开启放映。但很多时候，事情看似简单，亲手做起来却手忙脚乱，频出岔子。结果，慌张的他不但没放完电影，还把胶片毁了个精光。山坡上，林雄无比失望。路过的比婆婆把他接回了家。今天我们要做包菜肉卷，这是一道原料丰富但做法简单的家常菜，希望林雄也能来帮忙一起做。首先，把整颗包菜煮熟，然后小心地剥下包菜叶备用。接下来，将洋葱和火腿切碎，与肉末和米饭混合，
再加入切达奶酪、面包屑和盐，撒上少许欧芹和肉豆蔻粉，最后全部搅拌均匀，将馅料用叶子包好，然后撒些土豆淀粉，用小火将两面煎至金黄，将肉卷放进高汤，大火烧开后改小火，加入奶油和牛奶，再大火煮沸，转小火煮5分钟后盛出，最后淋上汤汁，撒点胡椒粉即成，尽情享用。林雄的迷茫和不安似乎被这顿简单的食物治愈了。日子慢慢过去，房间很快被美食照片填满了。那天，林雄收到了网购的包裹，里面是几本日本写真杂志，这正是信宜一直想要的。他赶紧去了老人家那里，那儿看起来挺冷清的，几把旧红椅子摆在廊下，透过窗户看到信一正在照顾他的老伴。林雄不想打扰，打算改天再来。就在他正要离开时，信一突然出现在门口。老人一拿到杂志就立刻兴奋起来，他催着林雄赶紧走，然后站起来走进屋里。进门的瞬间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回头对林雄说：“年纪大了也不是不能做什么，毕竟在真爱面前没有障碍。”这话听起来像是预言，只是林雄从未料到。另一方面，比婆婆的生活也在悄然变化。她想剪各项杂志上的那种青春发型，只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没能如愿。失望之际，她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小听筒。她抬头一看，林雄在对面挥手，这个只属于他俩的通信器，真能省一大笔电话费。比婆婆还开心，林雄马上跑了过来。他打算去寻找月红，尽管这是个难得一见的景象，但很多时候人生就得碰碰运气。满月之夜，他们开车去郊外，在那静静的等待奇迹的出现。木屋前，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，仿佛给未来的回忆加上一笔。可是夜幕下来，月红并没有出现，人们期待而来，失望而去。两人生起了篝火，聊起了旧事。比婆婆提到她丈夫50年前就去世了，她很温柔，跟林雄长得挺像的。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孤单吗？林雄好奇地问。比婆婆缓缓答道：人生本来就孤独，谁都一样。年轻的林雄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感觉，他打算找到女朋友后，让她跟比婆婆学做菜。听到这话，老人显得有点失落，他没有答应林雄的请求，转身回了屋里。正值满月的晚上，一直很有精神的信一却悄然辞世。葬礼上，林雄才知道背后的辛酸。信一的爱人病重卧床，这些年他一直悉心照顾，未曾离开。但命运多舛，表面健康的他却先去世了，剩下的人只能孤单地搬进养老院。目前忘了红尘的爱人见到信一的相片，竟泪如泉涌。人生本是寂寞漫漫，所以更想与你长相守，更长久。别了信一后，生活又复了旧平。那日，婆婆在服装店前的黄裙旁久留，犹豫再三，终买下了那裙。林雄来吃饭，她初时害羞地坐着，随后像少女般嬉闹着旋转起来，浅黄长裙，蓬乱的头发，青春的心动溢出。然而林雄埋头吃饭，正努力应对讨厌的胡萝卜。老人家的变化，他却毫无察觉，让奶奶有点失望。岁月流逝，好像人们的感受也跟着过时了，但青春的心动总是容易找到共鸣。不久，林雄邂逅了心仪的玛利亚，她在便利店工作，他们的爱情直接而真挚，无需矫情矜持。商店门口随便聊几句，两人就变熟络了。夏威夷的海风是爱情最浪漫的配景，在碧蓝的海水中畅游，暖意随之而来。很快，林雄就带玛利亚去见了他的朋友们。那家复古电影院和墙上的美食照，成了他吸引女孩的工具。好奇的人们在拐角悄悄观望，而林雄感觉事情将要发生，便挥手让他们散开。房间里，两人开心地拥抱着。窗外，比外婆还老的电视剧又开始了。自从林雄谈恋爱起，老人家的日子又寂寞了。他用心准备的饭菜，始终无人品尝，变成冷饭。
等待真难熬，容易感到岁月的沉重。生活就这样，时而寂寞，时而热闹的流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街头偶遇。林雄兴奋地挥手，奶奶也高兴地回应。可很快他发现，小伙子的目光已经越过他，投向了他的背后。他转身一看，玛利亚正快步走来。虽然婆婆有点尴尬，但依旧保持着礼貌的寒暄。今天是林雄的生日，几个人约好在婆婆家吃晚饭。离别前，男孩转过头来，男孩回头一望，老人的眼里流露出欣喜。急匆匆来的林雄只提醒玛利亚她不爱吃的。晚餐丰盛，玛利亚还带来了生日蛋糕，婆婆也做了准备，只是没跟林雄说起。餐桌边，两个年轻人打闹嬉笑，老人一个人忙活在灶台前，心情复杂。他以买盐为由，独自出门了。今晚月亮特别明亮，他开始哼唱家乡曲调，可能是想起了旧时光，那时候正值青春，爱意满满。另一边，林雄准备大块朵颐吃炸虾，差点卡掉牙。这盘装饰性的虾，不仅是婆婆的恶作剧，也表达了她的心情，而林雄还浑然不觉。玛利亚开了冰箱，看到了姥姥弄的蛋糕，有点老派，显得不太合现在的口味，好似沾上了老时代的魔法。此时，玛利亚的背上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，忽然红肿了起来，紧跟着肚子疼，可能是花生过敏。她边痛边嘟囔。林雄急忙把她送医院了。夜幕中，姥姥远远地看着，眼里充满歉意和担忧。她只是想恶作剧林雄，没想到让女孩子承受了那么多苦。在医院，林雄给婆婆打电话，他追问老人家为何放花生。电话那头却是沉默不语。林雄一气之下挂了电话，买了2瓶水回病房。抬头却见一男子坐在床边，他是玛利亚的前男友。他们之前分手吵架，现在这次事故让他们重归于好。年轻人的情感总是复杂多变。门外的林雄不确定自己身份，只好放弃这段情，默默离开。生活总有些事不了了之，林雄还得学着接受。而屋里，比婆婆还没挂电话，就晕倒在房间里。普通的夜晚，小镇发生了很多事，一切又静悄悄的。第二天，林雄探望比扰婆，却听到坏消息，老人家已经失明了，眼内房水排不出来是主要问题。如果没有奇迹，视力可能就恢复不了了。这情况让林雄显得更加悲伤和慌张。医生却这么说，奇迹之所以叫奇迹，就是因为它曾经发生过。病房里，比婆婆自嘲地说得很平静，我可能再也看不了那部言情剧了。然后她又哼起了故乡的小曲。比婆婆出院后，林雄搬来和她同住。对于未来的生活，老人还是很乐观的。人生难免不如意，不管怎样，生活还得继续。有一天去购物时，林雄偶遇了姓伊的灵魂。老人说自己那边过得不错，还见到了玛丽莲梦露。谈到近况，林雄显得有点不安，因为婆婆失明了，他希望能在这多待一些时日。但姓伊劝他尽早离开，大家迟早都会离你而去，不管世界怎样改变，这里永远一样。毕竟肉体只是灵魂的居所。姓伊最后明白了 T 恤上面字的意思，但他还是觉得林雄的解释更有趣。老人说罢，化为一阵风消失了。孤单地坐着的林雄似乎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。因为顾客太少，电影院不得不关门。不想面对现实的林雄躲进了理发店，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张年轻时候的婆婆和丈夫的照片。林雄和那个男人看起来不太像，可能婆婆只是通过他来续写她年轻时未完成的爱情故事吧。时间一如既往的流逝，在婆婆的指导下，林雄逐渐掌握了烹饪技巧。年轻人不再只能吃方便面了，这让老人也松了一口气。林雄想再出去看看。月满之夜，他去了郊外，他们一起走到了森林中的小屋。夜晚来临，但月红还是没有出现。林雄觉得有些遗憾，而失明的婆婆在模糊的世界里看到了传说中的月之彩虹。那我许的愿望应该会成真吧？
你那迷茫的表情，我还想再见一次。老人家自言自语，然后开始在草地上跳下威仪舞。月亮高挂，美如彩虹。世间万物都有其起伏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享受现在。不多时，林雄又遇到了玛利亚，她还在和男友吵着要分手。坐在路边，女孩道了歉，但林雄已经不在乎。感情的事，多经历几次挑衅后，就能平静地走下去。回到家，慢慢适应的婆婆为猫咪准备了食物，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林雄掀开锅盖偷吃了一块，虽然很美味，但那是给猫的。老人家又提起了从前的话，贪吃的艾德丽也学会了婆婆做甜甜圈的手艺。不如再让电影院开一段时间，她轻声对丈夫说。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平静。在一个平常的早晨，比婆婆轻轻醒来，惊喜地发现视力恢复。她在看见月红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旁边的林雄还在迷迷糊糊地睡，比婆婆给她掖好被子，然后像平时一样开始做早餐。林雄醒来时，看到桌上摆满了包菜肉卷，足够他吃好一阵子，而比婆婆却已悄然离去。林雄回想起小镇的传说，这里人过世后都变成了风，可能婆婆也化作一缕风走了吧。1年后，稳定下来的林雄重回小镇，风景未变，但熟人大多离去。物换星移不总让人悲伤，每个人都只能伴你走一段，但走过的日子留下了痕迹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某处重逢。多谢款待。夏威夷男孩这部电影清新自然，带着些许夏日风情。我特别欣赏主人公奶奶的生活态度，到了那个年纪，肯定经历许多命运的波折，可她仍保持着生命中最初的诚恳和天真，这真的很难得。我们年轻时都充满野心，梦想爱情、理想、周游世界的旅行，但时间一长，却意识到连日常生活中简单的饭菜都显得不易，而那朴实的爱意早已耗费在长途跋涉中，一生寻觅与追求，老来却察觉周遭少有可珍惜者，确实令人叹息。因此，比婆婆更显理想的老去方式，不论是60、70还是80岁，她依然能像20岁时那样去爱。这种质朴的少女情怀，不仅仅是爱情而已，更是关于一生的深层寻求。可能衰老就是简化复杂的过程吧，放弃不重要的愿望，不理会外界的目光，不被功利所绑架，追求生命中真正的爱和动力。我想，这应是每个人老去时的野心。人生将近时，我只在乎4季更替，简单生活，只想回到生命起点，去爱，去展现爱，追求内心真正珍惜的东西，直到见到月红，直到化作清风。